大家好，我是俊谷，我现在是来到山西平遥古城了。在我们中国有4大古城，分别是阆中古城、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还有徽州古城。到目前为止这4大古城呢，我就算到过3个了，还有一个徽州古城还没有到过。这座平遥古城已经有2800年的历史了，是我们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进来这座古城呢，本身是不需要门票的，但是里面有22个小景点需要门票，可以买一张联票125块钱，3天之内所有的景点都可以逛了。这一次我来山西之前就买了山西旅游年卡，有年卡的朋友呢，65块钱就够了，相当于是半价。从迎新门走进来之后呢，就是一个瓮城了。原来瓮城这里呢，还是有一个戏台你看。另外一边好像是一座关公庙，因为上面写着2个字“忠义”。进来之后，我们先到城墙上面看一下在平遥县有3大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是一个，还有呢双林寺是在古城的西南面，另外一个呢就是镇国寺。是在古城的东北面。坦白说，我非常厌恶古城里面放这种音乐，真的和周边的环境非常的违和从这边这个小门上来城墙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座古城呢比较特殊，它南面的围墙并不是直线，而是不规则的曲线。从这个角度看下去非常的壮观你看，全部都是灰墙灰瓦、清一色的古建筑。据说这座古城是由刘伯温设计规划的。那么平遥古城为什么能够经久而不衰呢？据说跟刘伯温留下的一根神龙宝柱有关就是因为这根宝柱保护着整座古城。既然这座古城是由刘伯温设计的，那说明古城的整体格局是形成于明朝。因为刘伯温是明代早期的政治家、文学家、谋士，多才多艺的这样一个人我现在是来到城墙的另外一边了，下面都是一些非常原生态、原住居民的房子。这些房子多少还是保留着一些窑洞的风格。我们来看一下平面示意图整座古城最中心、最核心的地方就是这一片区域。金库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刘伯温的神龙宝柱呢，就是在这个金库里。这条街是古城的南大街，也是整座古城最繁荣、最繁华的一条街了在清朝，这里可是中国北方的金融街，有中国北方华尔街之称。街道两边商铺林立，有很多晋商大户，他们在全国各地赚到钱，就会把钱运回来，在这里盖房子、修金库。这边有一条巷子我们也进来看一下。这里有一道门过了这道门之后呢，就是原住居民区了。你看车子呢是进不来的，人可以进来。正对面这座楼叫做市楼，是整个古城里最中心也是最高的建筑。古时候在市楼下面有一口井，叫做市井，古城里的老百姓就会到市井这里取水，这些来来往往的人就被称作市井小民。今天我要参观的重点就在这座市楼的旁边，中国钱庄博物馆协同庆。这是来平遥古城必逛的一个景点，刘伯温留下的神龙宝柱就在这里面。协同庆是一家票号，也就是银行的前身。这是第一进院子，两边都是账房，账房主要是负责分支机构和总行的账款结算业务。平时老百姓要存钱，就会来这里办理业务，相当于银行的柜台。以前没有计算机，所以用的都是算盘。这个是簿记账房，主要呢就是用来管理分支机构的。这个蜡人做得很像活灵活现。这是第二进院子信房。古代的交通不方便，
总号和各地的分号之间要保持联系，就是靠信房，相当于现在的邮局。中间这个楼是中厅，是用来接待贵宾的，相当于现在银行的 VIP 接待室。如果你存银子10万两以上，就会被请到中厅接待。普通人家存几两银子，就在门口的账房办理。这上面有一个七礼处牌匾，七指的就是休息的意思，礼指的就是范蠡。范蠡曾经做过3次首富，被当地人奉为财神爷，所以这里也代表财神爷休息的地方。你要是在这里存10万两以上的银子，你就相当于财神爷了。这个房间里有2个木塔，这对木塔可大有来历。当时8国联军把慈禧从北京城给轰走了，慈禧就跑到西安去避难，途经平遥古城，就在他们家住了1晚。他们家还给了慈禧20万两白银，所以慈禧回到北京之后，就赏赐了2个木塔给他们家，还把山西官方的汇兑业务给他们家做，所以后来他们家赚了很多钱。这个塔有5层，分别代表福禄寿喜财，一对就是代表好事成双，十全十美。再往后面走就是第3进院子了，这个院子是票号高管住的地方，正前面是大掌柜住的，左边是2掌柜，右边是3掌柜。3掌柜管理后勤，2掌柜管理人事，大掌柜管理一切事务。这后面这间呢就是经理房，相当于银行行长的房间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2位啊，一边呢是总掌柜，另外一边呢是东家。东家一般是不会过来的，只会在年底分红的时候啊才过来。这就是票号的组织架构图。大家知道在这里做大掌柜啊，一年能够赚多少钱吗？其实他们不是按照工资来算了，而是按照分红。一年的分红啊，大概是有2万多两。当时的县太爷一年的工资呢，大概就是45两，相当于县太爷不吃不喝干400年的薪水。所以山西在整个明清时期啊，没有出过1位状元，因为人才啊都是做生意去了。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经济自由度还是相当高的，官府不会过多的去干预，任由你发展，百花齐放，百姓不会想着去当官，不像现在大家挤破头都想去做公务员。往这边走啊，就是金库了啊，也是他们家的第4个院子。金库啊，就是在这个院子的下面啊，这个院子有多大，金库就有多大。他们这里每一进院子啊，都是有元宝，还有一个水缸。但他们呢叫做海，有水才有财嘛，汇通天下。这里面呢就是卖纪念品的了，这些讲解员呢就会忽悠你买。这边呢就是后院和金库，进来金库的这条阶梯啊还是比较窄啊，财路，还要走一段走廊啊，这里面呢就显得有点阴暗了，空气呢也是比较凉。哦，就是在这里，你看，刘伯温留下的神龙宝柱。这根宝柱啊是木头材质的，你看，有很多人呢是沿着这条盘龙啊，在转这个柱子。希望给自己带来好运。这根柱子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平遥古城最核心的位置，据说它可以保佑平遥古城经久不衰，是一个风水位。这地下金库啊有好多个房间呢。这第1间呢是库丁房，库丁啊指的就是管理这个金库的，相当于呢是保安了，因为这些人呢都是习武之人啊。你看这个小小的门呢是什么呢？是金库的秘密通道，这是在修缮这座金库的时候呢才发现的。你看深不见底啊，不知道通往哪里。财库，哇，这个房间你看中间这个大元宝，也有不少人呢扔钱进去。这一边呢全部都是银子。你看这一盘盘的像不像饺子呢？确实有点像哦。
这一间就是金库了，金光闪闪的金子。当然这些呢都是模型了，除了元宝以外啊，还有金砖。不过这个金砖呢做的有点假了，颜色不像。这一间是内账房。哇，你看中间这个大元宝啊，大元宝的上方呢确实是堆满了现金啊。内账房下面呢也有一个炕，有一个员工呢在上面呢对数。另外一边呢相当于是办公室了，还有一个炉灶，可以烧水、煮茶。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呢，是清代的时候4楼的样子。大掌柜手写汇票。写上一个。这个就相当于存折了，对吧？就这个看。哦，就这样子的。就这个信封，把这个写好给你装进去。哦。表白去。就是一个纪念品哈。对，就小孩子们的一个纪念。古代的、清代的存折啊。哇，这一间好夸张啊，这么多银子。这个财路的对面呢，就是出路了，也就是出口。一个家族有这么大的金库，那他们家族到底有多少钱呢？那时清政府1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3000万两银子，他们家这里就有1700万两，占据了半壁江山，真的是富可敌国。